我带着汽修店几十号人每天去一家面馆吃饭，并且帮助这家濒临倒闭的面馆捧成了网红店。可他转头就嫌弃我们汽修工吃得多，以前免费加面的业务，现在却要额外收钱。我找他理论，他却说，同样的价格，那些来打卡的年轻人成本还不到你们的一半。接受不了，你们可以去别家吃。我笑了笑，看来他还不知道，当初把这家店带火的探店博主正好是我妹妹陈曦。我叫陈峰，开着一家不小的汽修店，手底下养着几十号兄弟，个个都是能吃能干的汉子。我们这行干的是力气活，一天下来身上不是油就是汗，肚子里也缺油水，所以每天中午去哪儿吃饭就成了个不大不小的问题。店旁边有家面馆，老板姓王，我们都叫他老王。1年多前，他那店真是冷清的能听见苍蝇飞，店面小，位置也偏，一天卖不出几碗面。我和兄弟们也是图个劲，偶尔去吃。老王人看着挺老实，做的面味道也还行，就是生意实在太差，眼瞅着就要干不下去了。我这人见不得老实人受苦，有一次吃完面，看着老王对着空荡荡的店里发愁，我拍了拍他肩膀说，老王，从明天起，我带我店里所有兄弟都来你这儿吃午饭，你给我们个10成价就行。老王当时眼睛都红了，一个劲地说谢谢。谢谢陈老板，谢谢。从那天起，我们汽修店几十号人浩浩荡荡，雷打不动，成了他店里最稳定的客源。我们这群人饭量大，呼啦啦一碗面下去，不够的喊一声，老王总是笑呵呵地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面汤和面条过来，免费给加上。吃饱了，兄弟们浑身是劲，干活也利索。老王的面馆也因为我们多了不少烟火气。后来我寻思着，光靠我们也不是长久之计。我有个妹妹叫陈曦，是个小有名气的探店博主，我给她打了个电话，让她过来拍个视频，帮老王宣传宣传。我妹一开始还不乐意，说她只探有特色的店，这种苍蝇馆子拍了也没人看。我跟她说，你别管有没有人看，就当帮哥一个忙。这老板人不错，挺难的。好啦，真拿你没办法。陈曦拗不过我，还是来了。他拍得很用心，把老王怎么用心和面、熬汤的细节都拍了进去，还特意强调了老板厚道，免费加面管饱这个点。视频发出去，没想到火了。一夜之间，老王的面馆成了网红店，无数年轻人开着车，举着手机，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赶来打卡。小小的店面每天都挤得水泄不通，门口排队的队伍能甩出2里地去。老王忙得脚不沾地，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。他请了服务员，换了新桌椅，甚至把收款码都换成了彩色的。我们还是每天都去，只是从店里的主力变成了需要排队才能吃上的普通顾客。兄弟们有时候会抱怨2句，我都压下去了，说老王生意好是好事儿，咱们替他高兴，排会儿队就排会儿队。我们这群人穿着一身油乎乎的工装，在一群打扮时髦的年轻人里，确实有点格格不入，但我们不在乎，只要面还是那个味，老王还是那个老王就行。可人是会变的。今天中午，我和往常一样，带着兄弟们来店里，好不容易排到我们，大家坐下来，3下5除2就把碗里的面给吃光了。老板，加面！一个叫小六的年轻徒弟嗓门最大，扯着嗓子喊了一声。新来的服务员撇了撇嘴，慢悠悠地走过来，指着墙上刚贴的一张红纸说：“看清楚，加面5块。”我们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啥玩意儿？加面还要钱了？我们在这吃了1年多了，什么时候收过钱？服务员翻了个白眼，爱答不理地说：“那是以前，现在店里规定就是这样。”我皱了皱眉，站起来走到柜台，老王正在那儿低头算账，头都没抬。老王，我敲了敲桌子，他这才抬起头，看到是我，脸上的笑容有点不自然。嗨，陈哥，这不是店里现在忙吗？成本也高了。哎，你看，现在都是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。我盯着他，一字一句地问：“我们吃了这么久，你现在跟我们算成本了？”周围吃饭的年轻人都拿着手机对着我们这边，估计是觉得有好戏看。老王的脸有点挂不住了，声音也大了起来：“陈哥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做生意哪有不算成本的？你们汽修工一个个饭量跟牛似的，免费加面，我得亏多少？”他这话一出口，我身后的兄弟们脸色都变了。老王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小六脾气最暴，直接骂了出来。当初你店里没人，快倒闭的时候，是谁天天来给你撑场子？现在嫌我们能吃了。老王被骂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干脆也撕破脸了。他把算盘一推，站直了身子，指着店里那些拿着手机拍照的年轻人，对我说道：“陈峰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同样1碗面的价格，那些来打卡的年轻人吃1碗就饱了，拍拍照就走，他们的成本还不到你们的一半。
我凭什么要做亏本买卖？他顿了顿，语气里满是嫌弃和不耐烦。价格就这样，你们要是接受不了，下次可以换一家。我这店现在不缺客人。空气瞬间就安静了，我身后的兄弟们一个个拳头都攥紧了，眼睛里冒着火，他们都是跟我一起打拼出来的。平时在外面，谁敢这么跟他们说话？我抬起手拦住了他们。我看着老王，这个曾经对着我感激涕零，恨不得叫我恩人的男人，现在一脸的理所当然和傲慢。我忽然就笑了，笑得很大声。老王被我笑得有点发毛。你笑什么？我从兜里掏出钱，数出我们这几十号人的饭钱，不多不少，一张一张的拍在柜台上，转过身对着身后的兄弟们一挥手，走了兄弟们，这面以后不吃了。几十号人呼啦啦的站起来，跟着我往外走。经过那些年轻人身边时，他们都默默地站了起来，给我们让开了一条路。整个面馆鸦雀无声。我走出面馆的大门，午后的阳光晃得我眼睛有点疼。身后几十个兄弟整齐地跟着我，脚步声在窄窄的街道上显得特别沉。原本还在面馆里装模作样拍照排队的几十个年轻人，呼啦一下全出来了。他们走得干脆利落，有的连还没吃完的面都直接扔在了桌上。我站在路边看着这群人散去，心里没有一点报复的快感，反而觉得有点堵。小刘凑过来，手里还攥着刚才没吃完的半个馒头，气呼呼地说：峰哥，就这么便宜他了？咱们这1年多可是真金白银的帮他撑着。我摇了摇头，拍了拍小刘的肩膀，走，回店里干活。没了他老王的面，咱们还能饿死不成？兄弟们虽然心里不痛快，但听我这么一说，也都憋着气回了汽修店。我没急着回去，而是坐在路边的石墩子上点了一根烟。烟雾缭绕中，我看到老王从店里跑了出来。他先是左右张望了一下，看到原本排成长龙的队伍瞬间消失，整条街道变得冷冷清清，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。陈哥，你别走啊！王老板，还有事儿。加面的钱我不是已经付清了吗？老王尴尬地搓着手，说话都有点结巴了。陈哥，你看你咋还生气了呢？我刚才那是开玩笑的，咱们这关系哪能真收你钱呢？你快叫兄弟们回来，面都下锅了，不吃多浪费。我冷笑一声，看着他这张老实巴俏却藏着算计的脸，心里觉得特别讽刺。老王，你刚才在店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说我们饭量大，像牛一样，吃一碗亏一碗。你说那些年轻人成本低，利润高，现在人家都走了，你怎么不去找他们要利润，反倒来找我们这些亏本货了？老王被我顶得说不出话来，脸憋成了猪肝色。他支支吾吾地说：那些人不是你请来的吗？陈哥，我真不知道那是你请的人。我要是知道，我肯定……你要是知道，你就会继续装孙子。等把我们的血吸干了，再一脚踢开，对吧？老王，做人得讲良心。你这店是怎么火的，你心里最清楚。我妹晨曦为了帮你拍那个视频，大夏天在厨房里待了3个小时，中暑了都没跟我抱怨一句。我就想拉你一把，结果你反手就想捅我一刀。陈哥，我这不也是没办法吗？现在房租涨了，你妹妹是博主，她动动嘴皮子就行，我可是得流汗干活的。我听着他这些歪理，心里最后一点情分也没了。行，你赚钱养家，你有理。从今往后，你赚你的大钱，我带我的兄弟，咱们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往汽修店走去。老王在后面喊：陈峰，你别后悔，我这店现在是网红店，离了你，我照样红红火火。你那些穷哥们儿，除了我这儿，谁家能给他们免费加面？我脚下没停，心里却在想，这老王大概是还没搞清楚状况。他以为那些年轻人真的是冲着他的面来的，他以为网红店的名头能保他一辈子。回到汽修店，兄弟们都在闷头干活，扳手撞击金属的声音叮当乱响，大家显然都在撒气。我走进办公室，拿起手机给我妹晨曦打了个电话。哥，咋了？是不是老王那儿又给你加餐了？我跟你说，他那面味道确实一般，全靠我后期剪辑的好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小西，老王那家店以后你别推了。晨曦愣了一下，语气严肃起来：哥，出啥事儿了？我把刚才发生的事原原本本跟他说了一遍，包括老王怎么嫌弃我们，怎么说那些来打卡的年轻人成本低。晨曦听完，在那头直接炸了。他真这么说？他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当初要不是你求我，那种破店求我拍我都去。他居然还嫌弃你们，
哥，你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你想干啥？不干啥，我就是个博主，我得对我的粉丝负责。既然这家店现在成本高了，不欢迎饭量大的人了，我得把这个真实情况告诉大家，免得大家去了被宰。晨曦冷笑一声，直接挂了电话。我知道晨曦这丫头脾气随我，护短。老王这次是真踢到铁板上了。我坐在椅子上，看着窗外汽修店的生意一直不错，虽然累点，但兄弟们跟着我，我总得让他们吃口热乎饭。老王那儿是不去了，但几十号人的午饭得解决。正想着，小六推门进来了，脸上带着点犹豫。峰哥，刚才隔壁街那家老李头烩面的老板过来了，说看到咱们跟老王闹掰了，问咱们愿意不愿意去他那儿吃。他说面关饱，肉给足，价格比老王那儿还便宜1块钱。我心中一动，这老李头我知道，人挺木讷，不爱说话，但做的东西确实实诚。以前被老王的面馆挤兑的快关门了。行，你带几个人去尝尝，要是行，以后咱们就定在那儿了。我打开手机，刷了刷短视频平台。晨曦的动作比我想象的还要快，他直接发了一条动态，没配视频，就几行字。由于某面馆近期成本上涨，老板明确表示不欢迎饭量大的顾客，且加面开始额外收费。为了避免大家产生不必要的消费纠纷，之前的推荐视频已撤回，建议饭量大的朋友绕道，免得影响老板的高利润。这条动态下面很快就有了几百条评论。哪家店啊？西姐说清楚点，避个雷。是不是那家最近挺火的王记面馆？我昨天去的时候，感觉老板态度确实不咋地。我也发现了，老板看人的眼神跟看钱包似的，一点烟火气都没了。我看着这些评论，心里明白，老王的网红梦怕是要到头了。这时门口传来一阵吵闹声，我走出去一看，老王又来了。陈哥，你快让晨曦把那条动态删了，这简直是要我的命啊！老王一见到我，差点就要跪下了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只觉得可怜。老王，你刚才不是说你这店不缺客人吗？淡淡的问。老王抹了一把汗，声音都在发抖。我那是胡说八道，陈哥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我刚才鬼迷了心窍，你快帮我说好话。现在店里一个客人都没了，刚才订好的几十桌团购都打电话退了。我摇了摇头，指着汽修店的大门。老王，走吧。你嫌弃我们是汽修工的时候，就该想到有这一天。我们这行手上虽然脏，但心是红的。你这儿心黑了，面也就不好吃了。老王还想往里闯，被小六带着几个兄弟拦住了。滚蛋！再不走，哥几个这扳手可不长眼。小六挥了挥拳头。老王看着那几个5大3粗的汉子，吓得缩了缩脖子，拎着酒瓶子灰溜溜的走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想的是，这才是第一天，真正的苦头还在后头呢。老王走后的那个下午，汽修店里的气氛明显轻松了不少，兄弟们干活的时候甚至开始哼起了小曲儿。我坐在办公室里，手机响个不停，都是些同行或者熟人发来的信息，问我是不是跟老王闹翻了。我没怎么回，这种事儿解释多了没意思。傍晚的时候，晨曦给我打了个视频过来，视频里他正坐在电脑前剪辑着什么。哥，你看我这波操作怎么样？给我看他刚剪好的一个短视频，视频的开头是他以前拍的老王面馆的热闹景象，配音是他甜美的声音。曾经我以为这里是打工人的避风港，是石城老板的聚集地。画面一转，变成了黑白色调，配上了一段略显沉重的音乐，接着是几张照片，有那张写着加面5块的红纸，还有老王在柜台后面那一脸不耐烦的抓拍，这应该是他刚才派人去偷拍的。视频最后，晨曦出镜了。做生意讲究个诚意，如果火了之后，就嫌弃曾经支持你的老顾客，嫌弃那些卖力气的劳动者吃得多，那么这样的店不值得我推荐。从今天起，我将不再更新关于该店的任何内容，也请我的粉丝们理智打卡。我看着视频，心里感慨，这丫头是真会抓重点。小希，这样会不会对你有点影响？我有点担心。能有啥影响？我的粉丝就喜欢看我讲真话。再说了，老王那种人，如果不给他点教训，他真以为全世界都得围着他转。哥，你就瞧好吧，明天他那儿要是还能有3个人排队，我陈字倒着写。挂了电话，我走出办公室。峰哥，老李头那儿的面绝了，筋道汤头鲜。最关键的是，老李头听说咱们要去，特意给每碗面多加了2片大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行，以后午饭就在老李头那儿包约，钱我明天去结。好嘞。小六清脆地应了一声，转头又压低声音说：“峰哥，
我刚才回来路过老王那儿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店里灯亮着，但一个坐着的客人都没。老王在那儿骂服务员呢，隔着大街都能听见。那个新来的服务员也不是省油的灯，直接把围裙一扔，不干了，说老板太抠搜，答应的小费1分没见着，还得挨骂。我听了心里没啥波动。老王这种人顺风顺水的时候能装一装，一旦遇到事儿，本性就全露出来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刚到店里就发现门口停了不少车，不是来修车的，而是些拿着手机在那儿拍来拍去的年轻人。我皱了皱眉，这又是闹哪出？一个小伙子看到我，赶紧凑过来。哎，大哥，你就是陈峰陈老板吧？西姐视频里说的那个被嫌弃的汽修店老板。我愣了一下，点点头。我是陈峰，怎么了？小伙子竖起大拇指。大哥，牛气！咱们虽然不干汽修，但也是打工人，最看不惯那种赚了钱就翻脸不认人的老板。我们今天就是来看看你，顺便问问，那家面馆真的那么差劲吗？我笑了笑，没多说什么。味道这东西看个人，不过我们这群粗人确实吃不起他家现在的面了。这群年轻人听了纷纷点头，然后在手机上操作着什么。我后来才知道，他们是在各种点评平台上给老王的面馆打差评，老板人品有问题，嫌贫爱富，大家别去，加面还要5块钱，想钱想疯了吧？这就是个割韭菜的网红店，面还没路边摊的好吃。不到半天时间，老王面馆的评分就从4.8直接掉到了2.5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带兄弟们去老李头那儿。陈老板，快坐快坐，面马上好，今天特意熬了牛骨汤。我们这几十号人坐下来，老李头的店虽然破旧点，但干净利索。面端上来大碗宽面，上面铺着厚厚的一层肉片，看着就让人有食欲。兄弟们呼啦呼啦的吃着，老李头就在旁边看着，时不时问一句：够不够？锅里还有，随便加，不要钱。这种感觉才叫吃饭。正吃着呢，门口出现了一个身影，是老王。他穿着那身还没来得及换的西装，头发乱糟糟的，整个人看起来老了10岁。他站在老李头的店门口，看着我们这儿热火朝天的样子，眼神里全是嫉妒和不甘。老李头抬头看见他，老王，有事儿啊？要不要进来吃碗面？陈峰，你一定要做得这么绝吗？老王，这话你应该问你自己，是谁先做的绝的？你让你妹妹发的那个视频，现在全城的人都知道我不让汽修工吃饭了，我店里的电话都被打爆了，全都是骂我的。我今天一上午1碗面都没卖出去。哟，王老板，你不是说你那儿不缺客人吗？那些高利润的年轻人呢？怎么不去你那儿拍拍照就走啊？陈哥，陈哥，我求你了，你让你妹妹再发个视频，就说是个误会。我以后给你们免费加面，不，我给你们打5折行不行？我摇了摇头，站起身走到他面前。老王，有些东西一旦坏了，就修不好了。老李以前生意不好的时候，也没见他动过歪心思。你呢？你呢？刚好过2天就觉得这世界装不下你了，你想让我妹帮你辟谣，那不是让她自毁名誉吗？那我这店怎么办？我刚投了30万装修，还欠着银行的贷款呢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没有一丝怜悯。那是你的事儿，你当初算计我们的时候，想过我们要去哪里吃饭吗？你想过你那成本论的时候，想过我们的感受吗？我拍了拍他的肩膀。老王，做生意先做人，这面儿我们是真的吃不起了，你还是找那些高利润的人去吧。老王失魂落魄地走了，我回到座位上继续吃我的面。老李头凑过来低声说：陈老板，你这招可真够狠的，不过这种人确实该治治。李叔，以后咱们兄弟的伙食就交给你了，只要你实诚，我保证你这店比他那儿火。老李头拍着胸脯保证：你放心，我老李要是敢收1分钱加面费，你把我这招牌砸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老王面馆彻底成了反面教材。晨曦的视频在本地圈子里疯传，甚至有本地媒体也来凑热闹，做了个关于网红店如何对待老顾客的专题报道。老王面馆门口从排长队变成了打卡差评地，经常有路过的人对着店门口啐一口，或者拍张照片发朋友圈，配文是：这就是那家嫌弃打工人的店。大家避雷，老王试图反击。
他在店门口拉了个横幅，写着加面永久免费，可惜没人买账。信任这东西建立起来需要1年，毁掉只需要1秒钟。而我正准备给老王送上最后一份大礼，老王面馆的生意彻底烂了。听小六说，老王为了挽回名声，甚至在店门口搞起了免费试吃，结果路过的人看都不看一眼。偶尔有几个贪便宜的老头老太太进去，吃完了还要挑剔几句，味道不如以前。我没心思去管他那些破事。汽修店最近接了几个大单子，兄弟们忙得脚不沾地。这天下午，我正趴在一辆越野车下面检查底盘，就听见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。陈老板在吗？我找陈老板。这声音我一听就知道是老王，我没动弹，继续拧我的螺丝。哟，这不是王大老板吗？今天怎么有空上我们这儿来了？怎么，店里生意太火，忙不过来，上我们这儿躲清静来了？周围几个兄弟发出一阵哄笑。小六兄弟，你就别拿我打趣了，我是来找陈哥赔罪的。陈哥人呢？我峰哥忙着呢，没空见你。有什么话跟我说也一样。小六没好气地说道。我从车底下滑出来，拍了拍身上的灰，接过旁边兄弟递过来的毛巾擦了擦手，这才慢悠悠地走了出去。老王正站在院子里，手里拎着沉甸甸的礼盒，看着我出来，脸上立刻堆起了那种讨好的笑容。陈哥，你可算出来了。他紧走2步，想把礼盒往我手里塞，我没接手，插在兜里，淡淡地看着他。老王有话直说，我这儿忙着呢。老王尴尬地放下礼盒，眼圈红红的。陈哥，我真的知错了。这几天我想了很多，我真不是人。当初我那店快倒闭的时候，是你拉了我一把，我不但没报恩，还说出那种丧良心的话。我这几天吃不下睡不着，心里全是愧疚啊。我听着他这些话，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。愧疚？你是愧疚没把钱赚到手，还是愧疚名声臭了？我毫不客气地戳穿他。老王的脸僵了一下，又继续哀求道：都有。陈哥，你看咱们认识这么久了，你能不能再帮我一次，让你妹妹再发个视频，就说之前都是误会，是我店里的服务员乱说话，我已经把他开除了。只要你肯帮我，以后你们来店里吃饭，我全免单，真的1分钱不收。我冷笑一声：全免单？老王，你觉得我现在还差你那口面吃吗？我兄弟们现在在老李头那儿吃的挺好，人家面好，心更好。至于我妹，她发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，哪来的误会？陈哥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那店要是倒了，我这辈子就毁了。我还有老婆孩子要养，我还有几十万的债呀！他这一喊，周围干活的兄弟都围了过来。你毁了？你当初嫌弃我们能吃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们要养家糊口？怎么没想过我们要流一身汗才能挣出那1碗面钱？你现在知道疼了，晚了。就是当初把我们当累赘，现在又来求我们当祖宗，你这脸皮比咱这轮胎还厚。另一个兄弟也跟着起哄。老王看着周围这一群愤怒的面孔，吓得往后退了几步。陈哥，你说话呀，你以前最仗义了。我看着他平静地说：老王，仗义是给朋友的，不是给白眼狼的。你刚才说那个服务员乱说话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那天在柜台，你亲口跟我说，我们汽修工饭量大，吃1碗你亏1碗。你还说那些年轻人成本低，怎么现在想把锅甩给一个小姑娘？你走吧，礼盒带走，我这儿不缺这点东西。以后也别来了，咱们之间在那天中午就已经断干净了。老王看我态度坚决，脸上的卑微慢慢变成了恼羞成怒。陈峰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你不就是仗着有个当博主的妹妹吗？你这是职场霸凌，你这是要把我往死里逼。我要去告你们，我要去网上曝光你们，说你们合伙欺负老实人。告我们，曝光我们，行啊，你去吧。我妹那儿有当天的录音，我也正愁没地方发呢。你要是想火得更彻底一点，我成全你。老王一听有录音，气焰瞬间消了大半，他愣在原地，嘴唇哆嗦着，半天没憋出一个屁来。送客。我挥了挥手，小六早就等不及了，直接上前一步，拎起老王的衣领子，像拎小鸡仔一样把他往门口拽。走你，以后再敢来，腿给你打折。小六一把将老王推到大门外，顺手把那2个礼盒也扔了出去，礼盒砸在地上，里面的酒瓶子碎了，发出一阵清脆的声音，酒香瞬间散开。老王站在门口，看着地上的碎片，又看了看那些对他指指点点的兄弟们，最后灰溜溜地钻进车里，一溜烟跑了。呸！什么玩意儿？小六对着车屁股啐了一口。我转过身对兄弟们说：行了，都散了，干活去。
为了这种人生气不值得。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我心里清楚，老王这种人绝不会就此罢休。他现在是困兽之斗，指不定还会整出什么幺蛾子。晚上我给晨曦发了个信息，提醒他最近注意点，老王可能会找麻烦。晨曦回了个 OK 的手势，接着又发来一段话：哥，你放心吧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老王那家店的房铺信息已经挂到中介网上了，他想转让，但因为名声太臭，根本没人接手，他现在是彻底砸在手里了。我看着信息，心里叹了口气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。如果他当初能守住那份本心，哪怕加面收钱，只要好好跟我们商量，大家也不是不能理解，毕竟物价在涨。可他偏偏选了最绝的一种方式，既想赚我们的钱，又嫌弃我们的人，这种人不栽跟头才怪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汽修店门口偶尔会有一些陌生面孔转悠，看起来像是老王请来的人，想找点麻烦。但我这全是5大3粗的汉子，那些人看了一眼没敢动手，转了几圈就走了。而老王面馆那边情况变得更加糟糕，听说他因为交不起房租，被房东给断了水电。老王在店门口跟房东大吵了一架，甚至还动了手。结果房东也不是好惹的，直接叫了几个壮汉，把老王的东西全扔到了大街上。那天傍晚，我下班路过那条街，原本装修的富丽堂皇的面馆，现在门窗紧闭，门上贴着大大的转租2字。老王坐在马路牙子上，面前堆着一堆破烂家具，手里拿着个酒瓶子，正对着夕阳发呆。那背影看起来确实挺凄凉，但我心里没有一点同情，这就是他自己选的路。我踩下油门，越野车发出一声轰鸣，从他身边疾驰而过。这面我是真的不吃了，老王的面馆彻底凉了。这事儿在附近传了好几天，慢慢也就没人提了。但我得操心兄弟们的肚子。老李头那儿的面虽然好吃，但老李头年纪大了，体力跟不上。我们几10号人天天过去，他又是和面又是拉面，还要熬汤，没几天就把腰给累闪了。小六回来跟我说的时候，我心里挺不是滋味。峰哥，李叔今天都是扶着腰给咱们转面的，他说他这身子骨不中用，怕耽误咱们吃饭。我皱了皱眉，放下手里的活儿，走，去看看李叔。到了老李头那儿，店里没客人，老李头正坐在那张破旧的小马扎上，手里揉着腰，脸上带着几分愧疚。陈老板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我这腰老毛病了，一忙就犯。李叔，你歇着，是我们不好，这么多人天天过来，把你给累着了。我看了看他这简陋的店面，老李头叹了口气。哪儿的话，要不是你们拉扯，我这店早就关门了。我就是恨自己这身子不争气。我环顾了一圈，老李头这店位置其实不错，就在我们汽修店斜对面，但就是太旧了，里面黑黢黢的，年轻人肯定不爱进来。我心里冒出了个想法。李叔，你有想过把这店扩大点，再请2个帮手吗？老李头愣了一下，苦笑道：陈老板，你开玩笑了，我哪有那钱啊？再说了，我这一把年纪，守着这小摊子就行了，扩大了我也管不过来。李叔，我想跟你合伙，我出钱把这店重新装修一下，再给你找2个干活利索的厨师，你呢就负责把关味道，教教他们。赚了钱咱们分成，赔了算我的。老李头惊得嘴巴张得老大。这哪行啊，陈老板，你这是帮我，我哪能要你的钱？李叔，这不是帮，这是生意。我笑了笑，我手底下几10号兄弟，每天都要吃饭，去别家吃我不放心，怕味道不好，更怕老板心术不正。在你这儿我放心，我出钱是为了让兄弟们吃得更好，也让你能清亮点，你就说愿不愿意吧。老李头沉默了很久，最后眼圈红了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行，陈老板，只要你信得过我，我这把老骨头就再拼一把。说干就干，我给晨曦打了个电话，让他帮我找个靠谱的装修设计。晨曦一听我要投资老李头，兴奋的不行。哥，你这招绝了，这叫扶持良心企业，打击黑心商家。你放心，装修的事儿包在我身上，我一定给你弄个既有烟火气又符合年轻人审美的风格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老李头的店关门装修，我让兄弟们暂时去远一点的一家食堂吃饭。虽然路远点，但大家都没怨言，都知道新店开张就有好日子过了。装修期间，老王居然又出现了，这次他没来汽修店，而是站在老李头正在装修的店门口，阴阳怪气地说话。哟，这不是老李吗？怎么抱上大腿了？想学我搞装修？老王剔着牙，一脸的酸气。老李头正在门口看进度，斜了他一眼，没理他。老王不依不饶：我跟你说，装修没用，这年头得会营销。你以为陈峰真能帮你？他就是想找个便宜食堂，等他吃腻了，
一脚把你踢开。呵呵，你哭都找不到地方。我在2楼正看设计图呢，听见声音，走到窗边往下看。老王，你还没回老家种地呢。我喊了一声，老王抬头看见我，脸色变了变，哼了一声。陈峰，你别得意，你以为开个面馆那么容易？我倒要看看你这店能撑几天。我冷笑一声，老王骂骂咧咧地走了。半个月后，新店开张了，名字很简单，就叫老李家面馆。门口挂着大红灯笼，里面亮亮堂堂。晨曦特意设计了一面打工人墙，上面贴着很多附近工人干活的照片，看着特别亲切。我给老李头请了2个以前在饭店干过的大师傅，老李头亲自传授汤底秘方。开张那天，我没请什么大人物，就带了汽修店的几10号兄弟，还有附近几个工地的头。各位，以后这儿就是咱们自家的食堂，面管饱，肉给足，加面永远不要钱。我大声宣布，兄弟们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。晨曦也没闲着，他带着几个博主朋友过来捧场。他没像以前那样拍什么华丽的视频，而是直接开了直播，镜头对着正在大口吃面的兄弟们。大家看，这才是真正的面馆，没有花里胡哨的营销，只有实实在在的味道。老板是这位老李叔，做了30年面，人品绝对没话说。直播间里人气很高，很多人都在问地址。这就是之前希姐说的那家店的对面吧？感觉很接地气啊！那些大肉片子看着就爽，我也要去试试，支持良心老板。一时间，老李家面馆火了。这种火和老王那种靠请托、靠营销出来的火不一样，这种火是带着温度的。不仅是我们汽修店附近工地的工人、送外卖的小哥，甚至是写字楼里的白领，都开始往这儿跑。老李头忙得不亦乐乎，但他现在不用亲自拉面了，就在后厨转转，看看汤头，或者在门口跟老顾客聊聊天，他的腰也不疼了，整个人精神抖擞，年轻了好几岁。我坐在店里看着满屋子的食客，心里觉得特别舒坦。这时，我看到老王躲在对街的一棵树后面，正偷偷往这边看。他那家店已经彻底清空了，门口堆着几个没人要的垃圾桶。他看着老李头店里红火的景象，眼神里全是死灰。我转过头不再看他。有些人的失败是命中注定的，因为他们忘了，生意场上最贵的不是装修，也不是营销，而是那颗还没变黑的心。峰哥，再来一碗。好嘞，加面不要钱。这面吃着才叫真舒坦。老李家面馆开张不到1周，生意就彻底稳住了。每天中午，门口不光停着我们汽修店的皮卡，还有不少送货的小货车和外卖电瓶车。这些人都知道这儿的面够劲，汤够鲜。最关键的是，老板不嫌弃他们身上有土，而对面的老王面馆已经彻底成了一个废弃的空壳。这天中午，我正跟小六他们在店里吃面，晨曦突然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，手里举着手机。哥，你快看，老王这回是真把自己玩死了。我放下筷子，凑过去看，原来老王为了回笼资金，把那家店转让给了一个做加盟餐饮的，结果那加盟商也不是省油的灯。接手之后发现老王之前的口碑烂透了，根本没人来，于是觉得被老王骗了，直接在网上把老王当初怎么找托、怎么搞虚假营销的事全给抖落出来了。那个加盟商发了一个长文，里面甚至还有老王跟阿强的聊天记录截图，当然截图里只显示了老王怎么要求阿强带人去排队，怎么营造火爆假象。这一下整个本地的吃货圈都炸了锅。我操，原来以前那些排队的人都是雇来的。我就说嘛，那面味道也就那样，怎么天天那么多人？这老王也太阴了吧，连装修费都想坑人家。晨曦在旁边乐得不行。哥，你当初请阿强他们去是为了帮他，结果他现在为了转阳贝想坑人家加盟商，结果人家直接报警加曝光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我看着那些评论，心里冷笑。老王这人算计了一辈子，最后算计到自己头上。正说着，外面传来一阵喧闹声。我们走出店门一看，发现对面的空店门口围了一群人，老王被几个年轻人围在中间。王老板，你今天必须把加盟费退给我们，你这是诈骗！领头的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，气得脸都白了。老王还是那副老样子，缩着脖子，一脸的无赖相。什么诈骗？合同是你自己签的，店面你也看了。关我什么事儿？生意不好是你自己没本事，关我什么事儿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当初给我看的营业数据全是假的，那些排队的照片也是你找人演的，现在全网都知道你这店是个坑，你让我怎么开？小伙子推了老王一把，老王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。他抬头看到了站在对面的我，眼神里闪过一丝阴狠，突然指着我喊道：“你们找他呀！那些人是他请来的，
是他陈峰故意害我。那群年轻人愣了一下，齐刷刷地看向我。我双手抱胸，不紧不慢地走过马路。兄弟们见状，也全都跟在后面。几十号壮汉往那儿一站，气势瞬间就把老王那边给压下去了。我看着老王，淡淡地问：老王，你说我害你？当初你店里没人的时候，是谁带人来吃面？当初你想火的时候，是谁让我妹帮你拍视频？当初你嫌弃我们能吃的时候，我有没有说过一句话？那你后来为什么把人都撤了？你还让你妹发视频黑我？我撤人，是因为你嫌弃我们成本高。我妹发视频，是因为你确实变了质。老王，你自己把路走窄了，怪得了谁？我转头看向那个加盟商小伙子，平心静气地说：小兄弟，我劝你一句，这种人的话，一句都别信。你要是想维权，我有当初请人捧场的转账记录，可以证明他所谓的火爆都是假象。需要的话，我可以提供给你。小伙子一听，眼神亮了。大哥，那太谢谢你了。老王一听我要提供证据，彻底慌了。他扑过来想抓我的衣服，被小刘一把推开。陈峰，你一定要把我往死里整吧！老王瘫坐在地上，嚎啕大哭起来。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心里没有一丝同情。老王，整死你的不是我，是你自己的贪心和傲慢。你以为你火了，就可以瞧不起那些拉你一把的人？你以为你有了名气，就可以随便算计别人？这世界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？这老板心术不正，活该！看人家陈老板多仗义，还帮加盟商，这种人开的店，以后打死也不去。老王坐在地上，看着周围那些鄙夷的目光，听着那些刺耳的议论，整个人像是被抽干了力气，眼神变得空洞无神。我没再理他，带着兄弟们回了老李家面馆。那天下午，老王就被带走了，听说是因为涉嫌合同诈骗，金额还不小。晨曦把这件事又做成了一个视频，标题叫网红店泡沫破裂，做生意诚信才是唯一的通行证。视频发出去不到2小时，播放量就破了100万。老王面馆彻底成了本地餐饮界的一个笑话，也成了一个警示。而我们汽修店的生活又回到了往日的平静，只是每天中午去老李头那儿吃面成了大家最期待的事。老李头现在请了3个帮手，店里总是热热闹闹的。他特意在店里留了一个最大的圆桌，那是我们汽修店的专属位子。每次我们过去，老李头都会亲自端上一盆刚出锅的酱大骨，笑着说：陈老板，兄弟们辛苦了，加餐。我看着兄弟们开心的笑脸，看着老李头忙碌而充实的身影，心里明白，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。至于老王，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。听说他把老家的房子也抵押了，才勉强赔清了加盟商的钱，现在在城郊的一个工地里给人当门卫。有时候我开车经过那片工地，会看到一个落魄的老头坐在门口，望着进进出出的工程车发呆。但我从未停留，有些路一旦走错了，就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。这面不吃了，是对的。我本以为老王的事儿到此为止了，毕竟他已经彻底垮了，可没想到这人脸皮的厚度远超我的想象。周三下午天有点阴，汽修店里正忙着给几辆货车做保养。我刚从操作间出来，就看到一个小老头蹲在店门口的电线杆子下面，缩着脖子，身上那件旧西装又脏又皱。是老王，他没敢直接进来，就那么蹲在那儿，像个被遗弃的老狗。小刘正好提着一桶废机油出来，看见老王，眉头一皱，大声喝道：哎，干嘛呢？这不准要饭，上别处去！老王吓得一哆嗦，赶紧站起来，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小六兄弟，是我是老王啊。哟，王大老板啊，怎么门卫不干了，打算重操旧业卖面了？可咱们这儿不缺面吃啊。老王搓着手，卑微到了骨子里。不，我不卖面了，我是来找陈哥的，求陈哥给条活路。我走过去，站在台阶上看着他。老王一见我，膝盖一软，差点就要跪下来。陈哥，你救救我吧！我那老婆跑了，带着家里仅剩的一点钱跟人跑了，孩子还在上学，学费都交不上了，我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。求求你，看在以前的情分上，给我口饭吃吧。我冷眼看着他表演，以前的情分。当初他指着店里的年轻人说成本低的时候，想过情分吗？当初他嫌弃我们能吃像牛一样的时候，想过情分吗？老王，你找错地方了。我这是汽修店，不是救助站。陈哥，我能干活，我虽然不会修车，但我可以打扫卫生，我可以洗车，只要管饭，给个睡觉的地方就行。我真的没路走了。老王哀求着，甚至想伸手来抱我的腿。想上这儿混饭吃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当初你嫌弃我们身上油灰重，怕弄脏了你那新桌椅，现在想来洗车了。
你那金贵的手洗得动吗？周围的兄弟们也都围了过来。王老板，你不是说你那儿不缺客人吗？去找你的高利润客户啊！就是我们这种吃一碗亏一碗的穷工人，哪敢顾你啊？走吧走吧，别在这儿碍眼，影响我们干活。老王看着这一圈愤怒的脸，自知理亏，但他还是不肯走，就那么赖在门口。我叹了口气，说实话，看着他这副样子，我心里并没有多少快感，只觉得悲哀。老王，你走吧，我这儿的人没人待见你，你留在这儿只会让大家都不痛快。陈峰，你就是想看我死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已经这样了，我以前是对不起你，但我现在已经这样了，你还不肯放过我，你心怎么这么狠啊？我被他这话给气笑了。我心狠？老王，你搞清楚，是你自己把日子过塌了。你老婆跑了，是因为你当初赚了点臭钱，就开始在外面胡搞。现在你来怪我心狠，我陈峰要是心狠，当初在你快倒闭的时候，我就该看着你饿死。我不走，我就不走，除非你给我钱，不然我就死在你店门口。嘿，你个老王八蛋，还敢跟这儿撒泼，看我不抽你！对付这种人，动手只会脏了自己的手。小六，不用管他，他想躺就让他躺着。正好，咱们今天晚上在院子里烧烤，让王老板也闻闻味儿。我回过头对兄弟们喊道：“兄弟们，今天活干得利索，晚上加餐，老李头那儿的羊肉串管够。”好嘞，峰哥万岁！峰哥万岁！整个下午，老王就那么躺在店门口，路过的人都好奇地打量他，有的还以为是出了什么交通事故。老王一开始还挺硬气，闭着眼装死。可随着太阳下山，气温越来越低，他开始冻得发抖。到了晚上，我们在院子里架起了炭火炉子，老李头亲自带着2个徒弟，拎着腌制好的羊肉、筋头巴脑，还有几箱冰镇啤酒过来了。肉香味儿很快就飘满了整个院子，也飘到了门口老王的鼻子里。我看到老王偷偷咽了口唾沫，肚子发出一阵阵咕噜声。兄弟们围坐在火炉旁，大口喝酒，大口撸串。哎呀，这肉真嫩！老李头，你这手艺绝了！小六一边吃一边故意往门口看。可惜啊，有的人以前山珍海味吃腻了，现在连口汤都喝不上了。老李头也看到了门口的老王，他叹了口气，没说话，只是往火里添了把炭。老王终究还是没熬住，那种饥寒交迫的滋味比尊严难受多了。他慢慢爬起来，走到院子门口，眼巴巴地看着我们。我拿了一串羊肉走过去，老王眼神里露出一丝希望，伸手想接。我当着他的面把肉串撸进嘴里嚼了几下，然后把竹签子扔进旁边的垃圾桶。老王，这肉挺香的，可惜你吃不着。我看着他冷冷地说，这一串肉成本也就2块钱，但在你眼里它可能值2万，因为你这种人永远只看得到钱，看不到人心。老王彻底崩溃了，他蹲在地上抱头痛哭。陈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让我走吧，我再也不回来了。我从兜里掏出100块钱扔在他面前，拿着这钱去吃碗面，找个正经活干，别再让我看见你。老王颤抖着捡起那100块钱，像捡到了救命稻草，头也不回地跑进了黑暗里。小六凑过来有些不解，峰哥，你还给他钱干啥？这种人饿死拉倒。我看着老王消失的方向，淡淡的说，这100块钱是买断我当初那点善心的，从此以后他死他活跟我再没半点关系。我回到火炉旁，举起酒杯来，兄弟们，干杯！为了咱们这群能吃的汉子，干杯！笑声在夜空里传得很远很远。老王拿了那100块钱后，彻底消失在了我的视线里，而我的生活却因为那次烧烤大会迎来了一个意外的转折。老李头那天晚上被我们这群汉子的豪爽劲儿给感动了，回去琢磨了几天，居然跑来跟我商量，想在汽修店旁边那个一直闲置的废旧仓库里开个分店。陈老板，我是这么想的。老李头坐在我办公室里，有些局促地搓着手。我那个面馆现在生意太火，很多工人兄弟过来的排队。我想着你这仓库空着也是空着，不如我租下来，专门做一个工友食堂。我一听眼睛亮了，李叔，你这想法不错啊。但你那面馆忙得过来吗？老李头笑了笑，面馆那边我有徒弟守着，这分店我不卖别的，就卖大碗面、大馒头，还有几种实惠的炒菜，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，就图个快图个饱。最关键的是就在你店门口，
兄弟们干完活走2步就能吃上热乎的，我当即拍板，租金你看着给，装修我出人出力，这事儿成。于是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汽修店的兄弟们又多了一项任务，帮老李头装修食堂，大家干劲十足。小六带着人刷墙，老二带着人焊桌椅。用小六的话说，这是给咱自己盖食堂，能不卖力吗？陈曦听说后也跑过来出主意，哥，李叔，咱们这食堂得有个特色。陈曦拿着笔记本一脸认真，不叫老李分店，就叫打工人加油站，墙上不要那些大白墙，咱们把兄弟们修车焊火花的照片放大，贴满整面墙。半个月后，打工人加油站正式挂牌营业。开张那天没有鞭炮，没有煎菜，老李头在大门口支起了一口直径1米的大铁锅，里面炖着香喷喷的猪肉粉条。开饭喽！老李头一声吆喝，汽修店的兄弟们还有附近工地的民工环卫工人呼啦啦全围了过来，每人5块钱，大碗面管饱，猪肉粉条随便盛，馒头堆得像小山。我坐在门口的长凳上，手里捧着个大瓷碗，吃得满头大汗。就在这时，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了门口，车门打开，下来几个西装革履的人，领头的是个中年人，看起来挺有派头。我愣了一下，这不是区里负责招商和工业园建设的张主任吗？陈老板，你这儿挺热闹啊。张主任笑呵呵地走过来，我赶紧站起来擦了擦手。张主任，您怎么来了？这就是个工友食堂，您别见笑。张主任看着那些大口吃肉满脸笑容的工人，又看了看墙上那些充满力量感的照片，连连点头见笑。不，陈老板，你这儿让我看到了真正的烟火气。张主任感慨道，现在到处都是网红店，到处都是那种精致的不真实的地方，像你这样能实实在在为工人解决吃饭问题的不多了。张主任转头对随行的人说，看看，这就是我们要扶持的典型，不光要搞工业，还要搞好配套服务。陈老板，你这个加油站很有意义啊。我没当回事，以为就是领导的客套话，可没想到第2天区里的官方媒体就来采访了。陈曦也没放过这个机会，他拍了一段视频，名字叫《这才是不该被遗忘的味道》。视频里没有精美的滤镜，只有热气腾腾的大锅，只有工人们粗糙却有力的双手，只有老李头那真诚的笑脸。视频最后，陈曦说，有人嫌弃他们吃得多，有人嫌弃他们身上脏，但正是这群人用汗水筑起了我们的城市。在加油站，每一碗面都是对劳动的尊重。这个视频彻底火出圈了，它不仅在本地火，甚至引起了全国很多人的共鸣。很多企业老板甚至专门开车过来，不是为了吃面，而是为了看一眼这个加油站。他们说，在老王那种店里看到的是算计，但在陈峰这儿看到的是义气。老李头的生意好得离谱，但他始终坚持那个原则，工友优先，面管饱，肉给足。而我也因为这个食堂意外地接到了很多大企业的车辆维保订单。那些老板说，陈老板，你能对素不相识的工友这么好，把生意交给你，我们放心。至于老王，我后来偶尔听人提起过一次，说他原本在工地当门卫，结果因为偷拿工地的废旧钢筋被开除了，现在在街头捡废品。偶尔路过加油站门口，他会远远地站一会儿，闻闻那飘出来的肉香味，但他始终没敢走进来。他大概明白，那道门他这辈子都跨不进来了。有些东西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，比如名声，比如尊严，比如那碗曾经免费加的面。而我坐在加油站里，听着兄弟们的欢声笑语，心里无比踏实。这面吃着才叫真舒坦。加油站的名声越来越响，甚至成了这一片工业区的标杆。但我没想到老王会以那样一种方式给他的故事画上句号。那是11月初的一个傍晚，天黑得早，风里已经带着刺骨的凉意。我正准备关店下班，小六急匆匆地跑进来，脸色有点古怪。峰哥，你快去看看吧，对街那家老王以前的店出事了。我皱起眉头，出啥事儿了？那店不是一直空着吗？老王回去了，他不知道从哪儿弄了把锯子，把门锁给锯开了，正搁里面发疯呢。我心里一沉，老王这是要走极端啊！我带着几个兄弟赶过去，对街那家店门大开，里面没灯，黑漆漆的，还没走近就闻到一股浓烈的汽油味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暗叫不好。老王，你干什么呢？我站在门口大喊一声，手电筒的光照进去，只见老王坐在空荡荡的大厅中央，脚边倒着2个汽油桶，他手里拿着个打火机，火苗在风里一闪一闪的，映照着他那张已经扭曲的不成样子的脸。陈峰，你来了。老王的声音沙哑的像砂纸磨过，你来看我笑话了。我示意兄弟们别靠近，压低声音说，老王，你冷静点，这店已经不是你的了，你在这儿折腾什么？不是我的了。不是我的了。老王惨笑起来，眼泪顺着眼角流进皱纹里。我为了这店，老婆跑了，房子没了，连孩子都不认我了。我当初要是没听你的，没让你妹拍那个视频，我就还是那个本本分分的老王。虽然挣不到大钱，但日子能过得下去。我听着他的歪理，心里一阵火大。老王，你到现在还觉得是我的错？当初我带兄弟们来吃饭，是想救你的命。
我妹帮你拍视频，是想让你过好日子，是你自己贪心，嫌弃我们，想赚快钱，才把一切都毁了。胡说，都是你害的。老王歇斯底里地吼道，手里的打火机离汽油桶又近了几分。你现在风光了，开了什么加油站，当了大善人，可我呢？我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。这世界不公平，不公平！我看着他那副可怜又可恨的样子，心里剩下的只有悲哀。老王，公平是自己挣出来的，老李头以前比你还难，人家怎么没像你这样？你现在把这儿点了，除了把自己送进大牢，还能得到什么？我不在乎了。老王猛地站起来，摇摇晃晃地指着我，陈峰，我要让你记住一辈子，是你把我逼死的。就在他准备按下打火机的那一刻，门外突然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，爸！老王整个人僵住了。一个背着书包的男孩子从人群里冲了出来，是老王的儿子小王。这孩子看起来瘦了很多，眼神里满是惊恐。爸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快出来！小王哭着喊道。老王手里的打火机颤抖着，火苗熄灭了。他看着儿子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最后发出一声绝望的嚎叫，瘫坐在地上，放声大哭。我给小六使了个眼色，小六带着几个兄弟冲进去，迅速把汽油桶拎了出来，把老王从里面架了出来。警察很快也到了。老王被带走的时候，整个人像是丢了魂一样。小王站在路边，看着警车远去，哭得泣不成声。我走过去拍了拍这孩子的肩膀，别哭了，以后有什么打算？小王抹了一把眼泪，眼神里透出一股子坚毅。陈叔，我想退学去干活，我得把欠人家的钱还了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微微一动，书还得读。你爸是你爸，你是你，你要是真想干活，周末上我那儿去，帮着洗洗车，我给你发工资。小王愣了一下，猛地给我鞠了个躬，谢谢陈叔。这件事之后，老王因为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了刑，而那家店后来被一个年轻人租了下来，开了一家修鞋配钥匙的小铺子。生意虽然不大，但老板人很实在，经常帮附近的环卫工人免费修鞋。我偶尔路过会跟他打个招呼。至于老王，他在监狱里表现得怎么样，我没再去打听。